豆豆什么时候才能回国？这是最近一段时间评论区里被反复提起的一句话。这句话背后并不是情绪宣泄，而是一种持续的不安的关切。今天我们不站队，不指责，也不做情绪化判断，只做一件事：基于已经出现的迹象，冷静分析豆豆回国的可能性、阻碍和时间窗口。先明确一个前提，回国不是一句话能决定的事。在讨论什么时候回国之前，必须先明确一点，孩子回国并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的问题。它至少涉及以下几个现实层面：一、监护人意愿与安排；二、证件与出入境条件；三、实际生活与照顾状态；四、是否存在正在进行中的事务。只有这些条件同时具备，回国才可能发生。二、从语言表达看，豆豆已经多次表达想回中国。先看一个已经反复出现且不可忽视的信号，在近期多段视频中，豆豆明确表达过想回中国、想家，觉得在当地不适应，需要强调的是，孩子不会凭空制造这种长期重复的情绪表达。当想回家持续出现，往往意味着适应问题并没有缓解。但需要理性看待的一点是，孩子的表达决策权，这只能说明需求存在，不能直接推导为结果即将发生。三、从时间线看，目前看不到明确回国准备迹象。如果一个家庭正在为回国做准备，通常会出现一些可被观察到的信号，例如行程暗示、生活安排调整、频繁提及即将回去、对未来地点的明确指向。但截至目前，从公开视频和生活轨迹中来看，没有出现明确的回国时间点，没有出现倒计时式的表达，没有出现行李告别安排的信号。这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回国，但至少说明回国尚未进入执行阶段。四、从生活状态看，豆豆仍处在相对固定的当地生活中。目前能看到的是，豆豆仍在坦桑尼亚，日常活动围绕当地展开，没有明显过渡期状态。这说明一个事实：生活结构暂时是稳定的，而回国往往意味着结构性变化，住所变化，照顾模式变化，社交环境变化，这些变化目前尚未显现。五、一个关键现实，医疗问题反而可能成为回国动因。值得单独分析的是豆豆的身体状况。关于手臂后遗症的问题已经被反复提及，并且问题长期存在，状态未明显改善，早期干预窗口正在缩小。从理性角度看，这反而是一个回国的现实理由，因为国内医疗资源更系统，儿童康复干预更成熟，家庭支持网络更完整。但目前的现实是，这个动因尚未转化为行动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么还在权衡，要么存在现实阻碍，要么优先级尚未被放到最高。六、从舆论变化看，讨论越来越集中，但并未改变节奏。近几个月，关于豆豆的讨论明显集中在3点：一、想回国；二、身体健康；三、生活环境是否合适。这是一个重要信号，关注焦点已经从故事转向现实问题。但理性地说，舆论本身并不会直接改变决策，真正能改变节奏的通常只有2种情况：现实条件发生变化，某个问题被明确认定为不能再拖。目前来看，这2个条件都还未完全显现。七、为什么回国时间迟迟无法判断？很多人会问一句，到底在等什么？从理性分析来看，可能存在以下几种情况，并非定论：需要解决证件或身份问题，需要协调多方家庭安排，需要处理尚未结束的当地事务，或者仍在评估回国后的长期安排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意味着回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立即选项。八、最关键的一点，孩子的成长窗口不会等人，这是所有分析中最无法回避的一点。时间对成年人来说是成本，但对孩子来说是不可逆的成长阶段。无论回国最终是否发生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：拖延永远是代价最高的选择，尤其是在身体康复、心理安全感、语言与社交发展这些方面，时间一旦错过，很难完全补回来。九、理性结论，目前看不到明确回国时间，但问题正在逼近临界点。综合现有迹象，可以得出一个克制但诚实的判断：短期内，豆豆回国的明确时间点尚不清晰，但身体与适应问题正在逐渐逼近必须决策的节点。继续拖延，风险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这不是情绪判断，
而是现实逻辑。结语，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，而是是否足够重视。豆豆什么时候才能回国？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最核心的，更核心的问题是，是否已经把孩子的长期利益放在所有考虑的最前面。当这个问题被真正彻底的回答时，回国与否，时间早晚，答案自然会浮现。在那之前，所有关切都不该被视为打扰，而应该被理解为对一个孩子未来的认真对待。